说这个模型的那一个什么叫做好的一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认为它有行业的专属性，就是例如说今天我是电子制造业，那我希望这个模型能够处理这个电子制造，因为我不是所谓的通用型，像我就说讲 ChatGPT 它可能是通用型，它可能包山包海，上知天文下知地，但是对我们来说，我只要你知道我这个电子制造业相关的一些知识就好，所以它必须有行业的专属性。那行业专属性包括你里面一些专有名词啊，它要能够理解嘛。那第二个就是，那有一些是你这个领域的一些特别的需要的能力的部分，或是如果是那个你在做的一些功法，那他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就我需要他能够告诉我的时候，他是根据这些去回答我，而不是我今天我问的是电子制造业问题，他回答我一个是银行业的问题，类似这种可能就不行，所以他要有行业专属性，也就是大概我们的预见应该是以后各行各业都会有一个自己专属的大语言模型，就是针对特定的领域，例如说医疗，例如说金融，那例如说像制造，类似这样的东西。一个就是行业的专属性，那第二个这个模型它给你的出来的东西的准确性要高，它准确性低其实就不具参考性。那第二个可靠度，就是你回答要可靠度。那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可能不单单只是靠模型本身，就是你要额外有一些东西技巧去辅助这个模型，就我们要讲的叫做所谓的 RAG 的部分。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大语言模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很会那个回答没有锁本，就是我刚刚讲的，你问东它可能答西的部分，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技术像 RAG 的部分，限定它在我提供的素材里面回答我想要知道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准确性跟可靠度的部分。第三个，它要跟这个所谓的你的系统要容易整合，因为工厂有很多像 MES 系统等等等等，那你这些大语言模型得出的结果说，或是你想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数据要从哪里来？你要跟这些系统要能够串接在一起，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要跟系统能够便于系统整合的部分。另外一个就是要能够灵活扩展。那什么叫灵活扩展？那今天我就是说，例如说我今天在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模型我可不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理论上可以，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但是例如说你可能用在别的地方的时候，你的一些要的知识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透过其他方式喂给他那个的知识的部分，让他能够回答。但是他的能力还是一样，他对语义的理解能力还是一样，只是你希望他就你提供的素材里面来给出你的回答的时候，这个部分是你必须要去控制的，对，大概是就会分成这几个方面。